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有时候质疑不是来自外界的声音，而是自己内心的一种低语。你有可能经历过像这样子的时刻，当一个对话还没有展开，你就已经察觉到气氛变了。当别人笑着说没事，你却听得出那其实是一种小小的失望。当你为了一件小事反复思索，辗转难眠，最后你只能对自己说，是不是我太敏感了？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一句普通的疑问，但它其实是一种否定，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己感觉的否定。布莱内·布朗在他的 TED Talk 中说，羞愧来自我们不相信自己的感觉值得被接纳。我们害怕太多情绪会让人疏远、失控、不被理解，于是我们开始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感受收进口袋里，假装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在意，假装我们没有那么痛。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不是情绪太多，而是你所感受到的东西本来就比别人多了几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仔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就先进入我们的第一幕，当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不是在理解自己，而是在防卫自己，防卫太情绪化，防卫不够成熟，防卫我又在小题大做。但敏感它从来就不只是一种性格的倾向，它是一场文化如何容许感受，语言又如何制造沉默，身体又如何代替你说话的一种复杂的故事。我们就从这句内化的话开始，慢慢拨开它里面藏着的一种结构。那首先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社会学家阿利霍克希尔德在1983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做《被管理的心》 The Managed Heart。 它里面呢提出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激进的一个观点，那就是说情绪它是可以被当作劳动来出售的。他那时候是先研究美国空服人员，发现他们其实不只需要卖服务卖体力，更需要出卖自己的情绪，即使内心烦躁或受伤，也要笑着说谢谢光临，谢谢你，不好意思。而他也在书中说到，情绪劳动的本质是要让自己的表情和语气制造他人所需要的心理状态。所以这种机制它也是想要告诉我们，你不能按照你的真实的情绪来行动，而是要按照社会期待的样子来表现。从职场到家庭，从性别角色到文化传统，我们都在做这种情绪劳动，特别是一些女性少数族群，或者是在做一些被期待要得体的人的这种工种。那太敏感、太直接、太容易受伤，这些呢都是不被鼓励的状态。所以敏感在这种情况下也变成了一种失控的象征，变成了一种不合格的情绪实践。那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不能说，而是不知道要怎么说，或者我们早就学会了不要说。那我们就看到了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他1997年的著作《受激的言语》当中指出，语言从来都不是中立的工具。他研究了种族与性别暴力的语言案例，发现那些说出口的话往往会在社会结构当中造成真实的伤害。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语言的伤害并不是尖锐的攻击，而是让某些声音失去它本来应该要存在的位置。他在这里面也说到，语言之所以能伤人，是因为它不是中立的，而是为了使某些声音沉默。那举个例子，当你说你太敏感了这句话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一种关心，其实潜台词是你感觉得太快了，你最好闭嘴。那他把一个人真实感受到的情绪转化成一种不合时宜的反应，让那个人开始自我质疑，进行自我审查。久而久之，你开始在说话之前就问自己，我是不是想太多了？我是不是又太玻璃心了？而这样的情况就是巴特勒所说的一种语言当中的规训性。它不只是沟通，而是塑造了哪些感受能被承认，哪些感受又该被隐藏。那我自己也想到，我小时候也常常会有情绪比较激动，容易大哭大吵大闹，或者是对一些很小的事情就感觉到很伤心很难过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因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般我们华人家庭的父母都会比较容易
不喜欢小朋友有比较多的情绪反应，或觉得说你不应该有情绪反应，你应该要再更理性一点。而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开始自我审查，我们会去习惯去压抑我们自己的情绪。所以在华人社会当中啊，我们甚至很少有真正形容难过的词汇。我们会说我们不太舒服，我们感觉心情有点闷，心里好像怪怪的。在这个语言里面就没有给予悲伤站立的空间，久了你就会以为是你自己不对。所以这一句太敏感，它不是一个评价，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沉默装置。那我们再来看到你的神经系统，它其实都比你更早知道了答案。当你说我有一点焦虑的时候，可能你还搞不清楚焦虑的源头，但你的身体早就启动了保护机制。而这个理论呢，是来自一位神经学家史蒂芬·波治他的研究。他在1994年提出多重迷走神经理论，颠覆了我们对压力反应的理解。他发现自律神经系统的反应不只是一个简单的 fight or flight， 就是战斗或逃跑的机制，而是一个根据你所处情境快速切换的生存策略系统。而这个系统呢，它包含了3层。第一个部分是腹侧迷走神经，这个部分可以让你感觉到安全，它可以让你连结，让你去对话，让你去信任。第二个部分叫做交感神经，你感受到威胁或开始焦虑或想逃离或战斗的那个时候。第三个部分是背侧迷走神经，那是你开始感觉到绝望了，开始麻木，想要关闭这个 shut down 的这种感觉。而波治呢，他也指出我们的神经系统每天都在进行这种风险扫描，而这个扫描它比意识更快。他说自律神经系统会在你有意识之前就先决定你该用什么方式生存下去。那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高敏感者在进入一间房间的时候，他可能还没有听见任何人做任何的对话，他就已经感觉到浑身不自在。不是因为你想太多了，而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在接受这些非常细微的非语言讯号，比如说一个眼神的空缺，一个语调的变化，一个过长的停顿等等，这些讯号在你意识到前，身体就已经做出了反应，包括你可能会加快心跳、肌肉紧绷、语言卡顿，这都不是因为你所谓的太情绪化了，是你的身体它在努力的保护你。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仔细去研究这个神经系统的模式了以后，我们就知道其实你从来都不是在所谓的无病呻吟，而是你的神经系统没有办法关掉这个接收器。我们常常会用太玻璃心来贬低敏感，仿佛那就是一种会碎掉的材质。但是临床心理学家伊莲·阿伦他就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他认为敏感不只是心理倾向，而是一种神经处理风格，叫做 neurobiological style。 那1997年呢，他就与神经学家进行了一项 fMRI， 叫做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研究。他们邀请了那些自评为高敏感者和非高敏感者的2组受试者，观看他们情绪性与非情绪性的影像，并测量他们在观看过程当中大脑的活化区域。结果显示，高敏感者的大脑在3个区域会特别的活跃。第一个叫做岛叶皮质，这里是身体内部状态的一种雷达，它能够感知到痛苦、焦虑，甚至同理他人的苦楚。而这个区域的活跃也代表他们对自身感受与他人情绪变化是具有高度的敏锐的。第二个部分呢是前构带皮质 ACC， 这个部分呢它与冲突监控与注意力调节有关，是大脑当中的一种情境警铃。而高敏感者在面对微妙语气或脸部表情变化的时候，这里就会快速的启动。第3个部分叫做镜像神经系统，这套系统会让我们模拟他人的情绪与行动意图，是同理心的核心神经机制。而对高敏感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很难不去感受到他正在感受的东西。所以伊莲·阿伦呢，他就提出了这样子一个结论，他说高敏感不是一种病理，而是一种对感官世界更开放的神经模式。也就是说，你不是在无病呻吟，而是你收到了别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讯号，你看得更细，感觉得更深，是因为你大脑的感官处理没有一种自动滤波。但问题是，在这个速度崇拜、冷静至上的世界里，
没有被滤掉的讯号就会成为一种超载，它会让你喘不过气，也让你以为你自己哪里有病。更棘手的是，不是你感觉的太多，而是你感觉的太快太快太快，别人还没有反应，你就已经捕捉到了这种情绪的边缘，甚至连自己都还没有准备好接住。那这就是我们下一幕想要谈的核心，你不是想的太多，而是感知的太快。也许你不是一直在重复的剧情重播，而是预告片正在你脑中同时上演5个版本。也许你不是玻璃心，而是你有一套过度活跃的神经编辑系统。所以下一段我们就从感官处理的速度开始，谈谈为什么你的感觉像一场抢先上映的电影，而如何不在那场电影里迷失，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学会的生存技术。那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第2幕，你不是想太多，而是感知太快。你总是比其他人早3秒进入情绪，早一步感觉到气氛里的冷，早一步知道这件事可能会伤人，而这样的你却常常被说你想太多了。但你其实不是想太多，你是比多数人都更早的收到讯号，也更早的进入模拟场景。而这种过快进入感觉的能力，其实是有神经学与心理学的明确根据的。你可能以为情绪是我们对某件事情的反应，比如说他骂我，就直接引导到我很生气。但神经心理学家丽莎·费尔德曼·巴雷特告诉我们，情绪根本不是这样发生的。他在历经多年的神经影像与跨文化研究以后发现，我们的大脑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处理刺激，然后做出反应，因为这样太慢了，早就错失了生存的机会。所以巴雷特就提出了一种颠覆传统的理论，他说情绪不是一种反应，是一种预测。他在情绪的诞生当中指出，大脑其实像一台预测的机器，根据过去的经验、文化、语言、记忆资料库来帮你判断现在可能会发生什么，然后再通知你的身体去做出调整。你的大脑不会反映世界，而是预测它。情绪是你为了生存所做出来的最佳预测。简单的来说，大脑在事件真正发生之前，就已经开始安排你该怎么感觉了。比如说，他说没事，你感觉到不安，可能是因为过去你曾经在这种语气下经历过失望。他说等一下再聊，你就很焦躁，是因为你身体学会了拖延就等于疏离的前奏。他笑着，但你觉得那是一种硬撑，这不是一种神经病，而是你的大脑在用过去的资料去预测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危险。你不是夸张，只是你的大脑还在帮你保命，所以它很难只活在此时此刻，它一直活在可能发生的这种状态里。对敏感者来说，这种预测性情绪结构会非常的强烈，因为大脑接受到的讯号太多，而记忆路径它太深了。可能不是对方真的说了什么，而是你的大脑记得这样的语气、这样的空气，在过去通常很容易会演变成一种伤害。而巴雷特的研究也显示，大脑会根据语境、生理状态和社会记忆这3种去快速调整身体的反应。我们调整我们的心跳、血压、肌肉的张力，再送出你以为是感觉的那个东西。所以这对高敏感者他就特别的重要，因为他们接受到的细节本来就比其他人更多，所以资料库就更加的庞大，预测模型也更加的复杂，反应速度也更快。你不是想太多，你只是还没有说话之前，你的大脑就已经开启了3场模拟演练，而那个演练的结果就是你感觉到了什么，但别人还在原地说你误会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972年的时候，心理学家 Craig 与 Lockhart 提出的一个叫做处理深度理论。他们主张记忆它不靠重复，而是靠你当下处理的层次。他们说，越深层的语义处理就越可能让讯息与自我经验产生连结，也越有可能持久的保留。而高敏感者的问题都不是记得太多，而是他每次都要进行过度的语义联想与推断。一个看似无关的笑容，他们可能就会想，这个笑容是真的吗？他是不是在转移话题？是不是我讲话太多了？会不会他又讨厌我？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了？而这种认知网络连结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因为你脑中真的在调用你的记忆去分析语境，去模拟行为与后果。这种认知深度处理的极致版本，就是每一个刺激都变成了一个事件链，而不是一个单点。
而这也说明为什么高敏感者常常看起来好像离开了现场，他们不是真的走开了，而是因为他已经被他的认知场景拉入第二层叙事，还没有回来，所以你会觉得他好像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样，但其实他身体还在这个场景里。那这里呢，我还想要引入另外2位跨学科思想家，赫伯特·西蒙，他是专门做系统理论与决策科学的。那西蒙他提出了一个经典的原则，他觉得人类的问题从来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处理资源太有限。他说，系统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因为它没有足够的能量去处理所有的已知。而对高敏感者而言，这句话就像是每天在身体里发生的一种现象，因为你不只是接收资讯，你还要同时开启了5层解码机制，包括情境分析、情绪模拟、他人意图判断、自我语气监控、后果推演与道德判断。你不是受不了某些场景，而是你同时在进行超过一般人2倍的处理工作。而这种处理能量耗竭，在神经科学当中也有明确的生理机制来支持。Antonio Damasio 在1994年出版的《笛卡尔的错误》当中就证明，理性决策无法脱离情绪与身体状态。人如果无法透过情绪引导决策，就会陷入选项迷宫。他说，缺乏身体情绪标记的大脑不是更理性，而是根本无法做选择。所以当你在餐厅无法决定要吃什么，可能不是因为你太优柔寡断，而是因为你同时模拟了10种后果与社会印象，并试图避免自己做错。而这一切的代价，就是你的神经系统早早用光了能量，进入认知瘫痪与过度反刍，不是剥离，是一种超频。所以总的来说，你不是想太多，而是因为你没有人教过你应该要怎么关掉那么多频道。你的大脑不是脆弱，而是过度的高效，却没有休息的机制。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我想要在第3幕想要问的是，语言和文化是怎么让这种高效变成了一种不被允许的存在的。那我们就要走入语言规训、文化情绪期待与社会的情绪沉默逻辑，来看看你太敏感了这句话到底是谁教大家说的，又是谁不允许你说我真的感觉到了些什么的。那我们就来看下一幕，谁教我们把敏感当成错？我是不是太敏感了这句话是某种早就写进剧本的台词，在我们每一次试图说出感受的时候就会自动跳出来。但仔细想想，这句话到底是谁教我们的？没有人在课本里明讲，但我们都在某个时刻学会了他的语气、他的暗示和他的指责。而语言学与哲学告诉我们，这不是一种偶然。哲学家 J.L. Austin 在1962年出版的《如何以言语行事》当中开创了言语行为理论，叫 Speech Act Theory。他指出，语言不是陈述事实，而是创造现实与行动。当你说你太敏感了，这不是一句单纯的观察句，而是一个动作句。这句话它会产生3层行动效果。第一个是做出定位，它指出对方的状态。第二个是做出了一种施行施为命令，也就是命令对方停止当下的表达。第3个部分是做出一种影响，那就是让对方开始怀疑否定自己。它不是意见，而是命令，不是沟通，而是关闭了对话的权利动作。而这最关键的是，我们后来自己学会把这句话说给自己听。我们再来看到酷儿思想家莎拉·艾哈曼德在《情绪的文化政治》当中写道，情绪从来不是自由流动的，它们被分类、被阶级化、被空间化。在他看来，敏感被分类为难搞，容易受伤被分类为不理性，直觉很强被分类为神经质。而这些分类不是自然的，而是来自语言当中谁有权利定义什么是合理的情绪。也就是说，情绪也有社会阶层，某些人的直觉被称为是洞察力，而某些人的直觉会被贬为你是不是想太多了。听起来非常的不公平，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自己在艺术行业工作嘛，所以其实有很多这个很厉害的已经很资深的艺术老师，他们往往会表现得非常的情绪化，那社会一般不会对他们有太多的批评，会认为他们这样子的情绪化就是他们艺术创作的一个根源。但对我们这些普通的打工仔来说，我们如果表现出相同情绪化，就会被认为是神经病，太难搞了，无法合作。
而艾哈曼德他也说，当一个人说我不舒服，那不只是个人的感受，而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一种微小的抵抗。而回应这句话的你太敏感了，其实就是在说请你服从，回到正常的轨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从语用学的角度来看看这句话是如何制造沉默的。在语用学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理论叫做含义理论，是由语言学家 Lawrence Horn 扩展提出。他指出很多语言的力量不是在于他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他暗示了什么。比如说如果 A 说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让我很不舒服，那 B 就回他说你是不是太敏感了。表面上 B 没有否定什么，但实际上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他把对话焦点转移到 A 的问题上，而不是事件本身。第二个呢，是他预设正常反应应该没有那么大，即一种隐性的情绪规范。第三呢，他是间接否定了 A 的感受真实性。而这就是语用学上最经典的隐性贬义模式，让说话者自我质疑并且退出叙事。而另外呢，我们再看到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当中也提醒我们，权力的语言不是命令，而是让你以为自己是在自由的说话。也就是说，压迫不是禁止你说，而是让你以为这种话你本来就不该说。而这也在语言学家 Judith Irving 的研究当中出现。他当时是分析了非洲语言社群的时候发现，语言的使用不只是文化习惯，而是深深嵌入权力与阶级的。谁能说，谁该听，谁说了会被相信，谁说了会被视为多余，这些都是社会事先分配好的。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情绪强烈的女性，或者是这些有创伤史的人，这些非主流性别的人，常常在说出他们感受的时候，就容易会被自动分类为情绪化、失控、太敏感。而这不是偶然，而是一种语言与权力的联合设计。所以当你再次说出我是不是太敏感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问自己，而是你在重复一个社会学、语言学、文化系统一路传下来的训练语句。你说出口的不是你的错，而是整个语言权力机器让你学会怎么闭嘴。但这不是结束，所以下一幕我们要问，如果敏感它不是一种错，那它到底是什么？它还能被转化成什么来帮助我们个人的生活吗？而那些被贴上太敏感的标签的人，又是怎么变成艺术家、诗人、写作者和革命者的？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把这些多余的感觉变成世界可以看见的事？所以我们就来到第4幕，敏感是你还在与世界建立联系。你并不是太玻璃心，而是比他人更早感受到世界细微的变化。那不是脆弱，而是一种能够承载情绪与变化的身体智慧。那我第一个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罗兰巴特在明示当中提出次点与运用点的区分。我在之前的这一集影片里面有讲到摄影的哲学的时候，有提到罗兰巴特，他是一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家、文论家，也是一位德国人，和我非常最喜欢的小说家赫尔曼·黑塞，我非常喜欢的剧场理论家雷曼，都是德国人，然后我非常喜欢他们的理论和作品，都是偏向于比较表现主义和符号学的这样的研究的学者，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他们的书，非常的有启发。那我们继续，他当时呢就提出这个次点和运用点的区分试图解释一张照片是如何让人情绪破防的。他说次点就是照片里那个刺痛我同时让我受伤的意外点。巴特所说的次点不是一个具有资讯意义的内容，而是让人无法自拔、无法运用语言处理的情绪穿刺。它不是理性知识，而是感受当中的一种裂缝。而这也说明了敏感者的世界并不是由资讯组成，而是由无数被触动的经验所构成的。他们感觉到别人忽略的次点，仿佛生活的每一刻都可能被一种微小而深刻的不对劲所划破。这不是神经质，而是一种对真实情境的深度回应能力。而另外一位很有名的作家 Virginia Woolf 也曾经在他的日记当中写道，我们的感受越细腻，就越能真实地写下现实。这不是一种所谓太浪漫化的内向者或者是高度敏感者，而是认知一个事实，
那就是创造力与知觉的深度之间是存在直接的关系的。那 Woolf 在他的小说当中也屡次出现这种情绪的微光，比如说一个傍晚的窗边的光线，一句话的沉默，甚至是一场没有被说出口的悲伤，这些都来自一个持续在感受的意识。所以敏感它不仅不是阻碍，反而是创造力的根源。感受的深，就越能描述复杂的现实结构，而非被平面资讯所遮蔽的假象。另外一位美国有名的作家 Audre Lorde， 他在 The Uses of the Erotic 当中也写下，我们被教导要怀疑感受，贬低感受，假装感受不存在，但感受其实是我们力量的根源。Lorde 指出，特别是对女性与边缘身份者而言，社会系统长期会将感受与非理性画上等号，让人误以为只有冷静才是成熟。但他认为情绪感受正是写作与抵抗的原材料，每一次被误解的哭泣，每一次察觉而不被相信的细节，都是将来爆发的原点。而敏感不只是知觉能力，也是一种潜在的政治能量。你还能感觉到疼痛，代表你还没有服从于麻木的机制。而 Lorde 也用情欲来比喻这种深层的能量，而不是仅仅是一种情绪的起伏。另外我们再看到作家 Bell Hooks 在 Teaching to Transgress 里面提到，教室之所以有变革的可能，是因为我们承认知识不能与感受切割。他强调，真正的学习，一个好的学习，应该是知识与情感并行的历程。这也适用于我们日常的世界。当你觉察到权力关系的微妙改变，当你对某句看似玩笑的话感到受伤，这不是情绪反应，而是你身体的社会知识在运作。所以敏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而不是现实脱节的幻象。你不是想太多，而是你感觉到太多的真相没有被说出来。而当你还在感觉，还在动摇，还在被触动的时候，也代表你还在与这个世界产生关系。不是你太情绪化，而是这个社会太害怕那些无法被归档的知觉强度。你的感觉是这个世界尚未被制度化的边界，你是边界的证人，是裂缝中的探测器，是尚未被命名之事物的命名者。那我们从小呢，都容易会被教导我们要冷静理性、成熟稳重，却没有人教我们应该要如何安放这些刺点与共鸣。但请记得，你感受到的不是错，而是一种你还活着的证据。敏感是你还有能力和世界说话的证明，因为你还没有变冷，你还没有习惯谎言，还没有习惯这些机器性冷冰冰的语言，你还在倾听你内在微弱的真实。那接下来我就来和大家谈谈我们的最后一幕，敏感不是依赖，而是深层连结的渴望。我们都太需要被看见了。其实敏感从来不是一种单人的错乱，而是一种对关系的深刻渴望。像心理学家 Sue Johnson 的依附理论叫 Attachment Theory， 他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太黏，常常是因为他曾经在关系当中没有被稳定的回应。他并不是过度的依赖，而是因为他尚未建立一种足够安全的连结。而另外呢，神经心理学家 Alan Shore 他也补充说，婴儿期的右脑发展与情感共振是息息相关的。那些从小就缺乏一致回应的人，会更倾向于建立高警觉的依附模式。他们会用敏感来保护自己，试图读懂每一丝风向、眼神与语气的变化。这不是病态，而是一种生存策略。另外，在不同的声音当中， Carol Gilligan 也强调女性以及被边缘化的群体在建立自我的时候，不是透过分离，而是透过关系当中的伦理感与责任感来建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自己太在意他人的反应，因为我们的自我本来就不是孤岛。换句话来说，我们不是太黏了，而是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为了彼此而生的。我们在对方的注视与沉默里，才逐渐的成为自己。而敏感的人常常在关系当中被误解为掌控欲强、太情绪化、不能独处。但杰克·哈尔伯斯塔姆在《失败的美学》当中提醒我们，所谓的情绪需求不是一种失败，而是一种对抗冷漠的伦理选择。你不是想要控制对方，而是怕对方不想要再听见你。
你不是不能一个人生活，而是你太习惯一个人撑着，所以你现在非常渴望有人可以跟你并肩而行。你不是非得有人陪，而是因为你终于愿意承认，你也渴望有人可以真的理解你。而在这种深层的渴望之下，我们往往会以为自己太过依赖，太过脆弱。但正如哲学家埃曼纽·列维纳斯所言，伦理始于他者之恋。这世界太习惯叫我们坚强、独立、理性，但很少有人提醒我们，你也可以希望有人伸手牵你。你不是太多，而是你还没有遇到能够回应你的人。所以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结尾我们今天的这一集。你不是太敏感，你只是还没有遇到听得见你言语的人。你不是太黏，你只是还没有找到可以信任的松开紧张的人。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寻找我们的回声，而你选择用敏感，这是一种勇敢而真实的语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Audre Lorde 所说，我们的感受不是微不足道的，它们是我们对世界最初的回应。请保护你的这份感受，它是你还没麻木的证明，是你仍在爱与连结的痕迹。所以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提出了5个实践性的提案。第一个，我们可以试着写下今天让你觉得你自己想太多了的一件事，然后问自己，那到底是情绪还是一种直觉？第二个呢，是你可以试着与一个你信任的人练习开口说，我不是要你解决，我只是想要让你知道我在感受什么。第三个呢，是你可以在你过去读过的书、听过的演讲、认识的人里面，找一位作家或艺术家，或者是一位学者，他们说过的话，哪句话能够让你感觉你不那么孤单，把他们的语录贴在你的手机备忘录里。第四个呢，是我们可以试着在接下来的关系当中说出你的需要，而不是你的担心。第5个，记住，你不需要变得不敏感，你只需要找到能够容纳你敏感的人和空间。愿你在敏感当中不要再自责，在渴望当中不要再退缩。愿你学会在柔软里站稳脚跟，在关系里发出你自己的声音。愿你记得，不是你太多，而是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太吝啬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生活美学和哲学的方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这个频道。一定要订阅，因为我的后台看见有 90% 的人竟然都没有订阅。那我也会一直继续的努力制作更多好的内容和大家分享。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都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分享我看待世界的眼光。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nstagram Melvin Doesn't Know， 可以看到我的一些摄影的作品，还有我7月会去丹麦进行2周的一个表演培训。那我在那边也会给大家在 Instagram 上面分享一些我在那边的见闻和感受，所以可以请大家关注我的 Instagram， 然后也可以关注我的 Substack， 是一个我用全英文来做进行写作的一个写作的平台。那就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希望我有一天也能看见你的世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